虚拟货币就是一个提款机，这个钱难道你2023年还没有赚到吗？如果我告诉你，我发行了一个加密货币，叫做森币，代号是 SB， 这将会在3天之内从$10涨到$100，你会买吗？听起来你可能觉得我在割韭菜，但3天之后，这个加密货币不单单涨到了100块，甚至还到了200块、300块。这个时候你心动了吗？我认识一个美国的朋友啊，他就靠炒币2年就赚了2000多万美金。这里说的炒币不是你理解的去玩低买高卖赚差价啊，我朋友玩的是直接发行一个虚拟货币，直接自己当庄家收割那群炒币的人。那你可能以为他是学金融的，或者是当个程序员写代码的，对吧？完全不是，他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上班族。他能够制作出一个虚拟货币，靠的也就是 Ctrl+C 加 Ctrl+V， 复制粘贴一串代码。整个过程呢，听说也就几个小时，而且是合法合规，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样的道德问题。至于赚多少呢，就看你这个操盘的人胃口有多大而已。我自己向他请教了之后呢，才发现是自己的认知限制了我的想象。原来这门槛是非常的低，只需要一些代码和几个 service 就可以了。你现在可能不信，但众所周知的狗狗币玩的就是这套路。它可以1年暴涨400倍，也可以因为马斯克的一句话让你的财富腰斩了一半。这里面玩的到底是什么呢？我告诉你，亏钱的永远是下缘的人，也就是低买高卖的人。你去发行一个虚拟货币，基本上可以做到1毛钱都不用花，也很难出现亏损。很简单嘛，你最多也就是卖不出去，不赚钱而已。但只要有人付$100买你的币，你的钱包就会多100。有1万人买，你就会有100万。而且你会发现，现在非常多的人问我，什么狗狗币能买吗？什么以太币、莱特币的那些能买吗？也就是说，买币的需求开始被炸了出来了。那我们能不能成为这虚拟货币唯一的供应者呢？所以这部影片就是告诉你其他人不知道也不敢讲的，到底如何成为上元操盘手，去创造一个虚拟货币，然后卖到市场上无脑的捞钱。也希望可以帮助一些韭菜，可以避免成为被收割的那个人。其实如果你融会贯通的话，我今天讲的完全可以应用在 NFT 甚至是股市里面，只是你现在不需要去开一家公司，也不需要让这家公司有非常亮眼的业绩，但是你却可以把这家公司上市，然后让股民去炒你的股票，这股票呢就是你的虚拟货币。那你赚不赚钱都跟我无关，对吧？我也没有代言任何的虚拟货币或者接业配，只是说有些生意人和投资人才看到的真相和角度，如果我不站出来讲，那就没有人讲了。那么如果年底都不帮我撑腰点赞的话，那就真的没有人再帮我撑腰了。记着，这个频道呢是专门培养老板、投资家、有钱人的。如果你不想要错过这些资讯，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之前很多人问我比特币能不能买，我说能买，但投资的话不是现在，因为虚拟货币的广泛应用呢将会出现在元宇宙的时代，也就是最少10年以后。现在它是存在价值的，包括可以让一些人把黑钱转移到比特币身上，瞬间的洗白，那这绝对是一笔无可估计的巨款金额。但它暂时还不能取代美元货币的价值嘛，所以比特币赚钱玩的就是投机嘛，那投机看的就是趋势。所以2022年4月的时候呢，我出了一部影片，说如果比特币跌破了重要的支撑线，也就是$29,000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做空比特币了。这里面一枚比特币至少是有$10,000的利润的，加杠杆的话可以再多几倍。结果1个月之后真的跌破了，最低的时候呢，甚至暴跌到15000啊！比特币的话，就是这一部影片嘛，等一下大家可以去看。所以当时我的认知呢，就停留在虚拟货币，就只能玩这种投机来赚钱。直到我的朋友介绍了我一个美国的新朋友，我才发现我错了。虚拟货币隐藏着一个稳赚的方法，只是我一直局限于一个散户的角色，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够成为操盘的人。而且创造出一个虚拟货币，甚至比研究那些技术分析来得太简单了。所以认真听了，首先我们想要创造一个货币，就需要把一个心法融会贯通。你把这个问题想明白了，你就会瞬间的开悟觉醒了。
到底狗狗币凭什么这么赚钱呢？2013年10月份的时候呢，比特币才100多块美金，2个月之后就翻了10倍。当时有2个少年，他就觉得虚拟货币一点价值都没有，会去买的都是韭菜，一旦崩盘呢，绝对会让美国很多人像08年一样去跳楼的。在这种正义感和爱国情怀想挡都挡不住的情况下呢，他们就决定不知天高地厚的去挑战整个币圈。首先把当时风靡全球的柴犬 Stickers 用他们初级的 Photoshop 技术做了一个狗狗币的 logo， 这条狗呢就好像告诉你啊，你这个傻子，我看你就好像在看韭菜一样。然后第二步呢，就是在 Google 搜索一下创造虚拟货币要用到的代码，一顿 Ctrl+C 加 Ctrl+V 的操作之后呢，就把狗狗币创造出来了。这些基础的教学呢，你随便上网一搜就一大把，可能半个小时跟着去做就学会了。也就是说，狗狗币的诞生一开始就是针对整个虚拟货币市场的，尤其是比特币。你比特币物以稀为贵，总量只有2100万枚，对吧？那 OK 啊，我们狗狗币就发行1000亿枚，而且每年还会自动多发行50亿枚，就好像印钞机一样，无门槛、无理由的无脑印钞嘛。就是想要传达一件事，你们把虚拟货币吹得天花乱坠的，那我们就发明一个拥有一切虚拟货币属性的狗狗币，而且我们还可以把创造这个狗狗币的代码给到你，你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创造自己的虚拟货币了。就是想要告诉你，虚拟货币一点价值都没有的，不要再当韭菜了。结果这件事情呢，就瞬间透过互联网比病毒更可怕的传染速度，让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件事。而结果呢，更让这2个人眼泪都流下来了。很多的网友居然问他们啊，这狗狗币怎么样才能拿到手啊？要多少钱呢？这2个人一开始呢，还一个一个的去劝，让他们不要再执迷不悟，迷恋城市间的币圈骗局了。结果过了几个星期之后呢，就有上百万的人都关注到他们，所以劝都劝不下来的情况下呢，那就随他去吧。他们直接说不用钱，这种废物你们想要多少就随便拿啊，就是想要告诉那些投机的人，你们几百万、几千万、几个亿的去玩虚拟货币，到头来我的币1分钱都不用就可以拿得到，你们赶快收手吧。也因为这样，很多的粉丝就得到了无数没有价值的狗狗币，也因为是免费的，他们就很大方的把这些狗狗币花出去，比如说用这个狗狗币去捐赠啊，打赏一些搞直播的美女啊，送给朋友啊之类的，就真的当钱去用啊。也因为这样，当时很多的虚拟货币的价格都暴跌了，这件事情很快就惊动了一些资本家。本来整个币圈都是他们说了算的，自己去研发货币，自己去卖，本来就是一个圈钱最快的方法。现在被2个搅屎棍弄了一弄，就好像让他们把衣服、裤子甚至是内裤都脱掉一样。所以他们都聚集起来开了一场会议，然后笑着各自离开。随后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狗狗币就不断的出现在社交媒体还有广告上面，你生活里面总是会看到这个狗头，连从来不碰加密货币的人呢都知道这个狗头，然后就出现了排队求币的情况，也就是免费而量大的狗狗币居然也供不应求了。这个时候就开始有人标价要卖出手上的狗狗币，也居然真的有人买，从1单交易变成2单、3单、4单交易。从以前这条狗只是作为一个嘲讽的工具，变成了大家开始关心这狗狗币的价格，关心它到底能不能赚到钱。慢慢的，这奉劝大家不要成为币圈韭菜的狗狗币呢，变成了一个去圈韭菜钱的狗狗币。然后媒体就开始报道了，这个狗狗币才是彻头彻尾的骗局。一开始通过免费送、免费拿的方法淘汰了其他的虚拟货币。等到狗狗币在市面上开始流通起来之后呢，它就开始炒卖赚钱。所以这种传媒压力直接影响到这2个狗狗币的发明者的生活。为了澄清自己的初心和清白，他们就把手上的狗狗币全部清空，就是想最后的警惕大家赶快逃离币圈吧。这2个人完全就是按着资本家写的剧本去走的。你们把所有的狗狗币都不要了，那代表什么？这个狗狗币已经没有庄家和操盘手了。下一步就很简单，就是煽风点火，吸收筹码。当时所有的新闻媒体还有很多的币圈大佬都通通的发布狗狗币要崩盘的信息，连发明它的人都不要它了，它还有什么价值啊？结果大量的韭菜就开始抛出他们之前用钱买回来的狗狗币，
那你要卖，没有人要买，那怎么办呢？只能打折去卖，要钱不要币的去卖。这个时候美元又变强势了，那些资本家就用升值的美元去买越来越不值钱的狗狗币，然后呢，又开始出现了一种新风向，说狗狗币虽然没有了发明人，但这不就是回到虚拟货币的本质吗？就是去中心化了吗？它不像美联储想印钱就印钱，它是固定每年会生产多少币就是多少币，不会多不会少，不会受到政府和市场的干预。而且它不像比特币一枚就几万美金，因为它的便宜还有很多的量，所以呢反而可以流通到每一家每一户，这不就是货币的属性了吗？然后各种的商家平白无故的就开始接受了可以使用狗狗币交易，这瞬间就让狗狗币又炒作起来了。那这里面到底有哪一些资本家参与了抄底期货的呢？世界首富 Elon Musk 就是其中一个。他19年就开始在 Twitter 带货，说狗狗币是他最喜欢的加密货币，而且还说自己是狗狗币的前 CEO。不管你信不信，反正这一句话就让狗狗币一年涨了400倍，市值居然接近1000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啊？很多人一辈子的梦想就是买一台 Benz， 而 Benz 的市价呢，也就是600多亿。汽车的发明者 Benz 公司在狗狗币面前居然只是一个小弟。所以为什么马斯克说自己要全职当网红呢？你去开一家公司要有很多成本的，而且你还不能卖你公司的股份，因为连老板都套现公司的资产，那小股东也会跟着套现，而且卖这么大量的股票，税费是非常贵的。那还不如当个网红，轻轻的一个 post 推一下，狗狗币就瞬间涨了400倍，这来钱不是更轻松简单多了吗？Tesla 的广告支出呢，是全世界大企业里面最少的，几乎就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产品都是靠马斯克这个人在自媒体上带货的。以前很多人都看不起网红，但现在连世界首富都在当网红，因为现在最赚钱的反而却是你当初最看不起的网红。很简单，在 YouTube 上有25亿人，每个人给你1块美金买你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你就会瞬间获得25亿美金。这代表了，如果你在 YouTube 上做生意，你不需要交1块钱的房租，却能够在全世界最多人注意的平台做生意赚钱。而你赚到的每100万美金都是你的，你不需要像打工一样，老板拿大钱，然后才随意给你一点小钱。而且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下，很多人都失业了，又或者想做点副业。你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从观众变成了 YouTuber， 越来越多的人从打工变成了网络创业者。因为失败了也没有什么损失，万一成功了呢？财富和时间就瞬间自由了。所有的实体生意如果不搭配互联网引流的话，很不幸的告诉你，生意只会越来越难做。所以现在你有2个选择：第一，继续的当观众，然后继续的给别人刷流量刷钱，等20年后下一个赚钱的机会出现；第二，马上的自己去摸索，然后遇到一些非常简单的困难就放弃了，又或者摸索出这个流量的密码，但已经错过了赚钱最佳的时机，钱都被第一批挖金的人赚走了。那么今天我给到你第3个选择，就是去学习我50万订阅的秘密，但这个不重要，因为我们不是要赚广告钱的，而是说打造一个年赚7位数美金的自动赚钱品牌，让我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7天24小时躺着去赚钱，甚至可以完全的不露脸。而我把这些商业机密都在一个价值300美金的培训营里面私底下的传授给你。好消息是，现在只要你订阅点赞，那1块钱都不用付，完全免费的点进去学习就好了。所以有兴趣的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1条链接去报名吧。所以如何创造自己的虚拟货币，你只需要找到以太坊的官网，在那边下载一个钱包，然后创建自己的加密货币。在网上很多的教学我就不多说了，网上其他人没有教的才是赚钱的重点。到底如何把它卖到2年2000万美金呢？首先有些地方发行加密货币是犯法的，这里你要自己注意。不过发行 NFT 在很多的地方就没有什么法规限制，但是玩法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区块链的产品嘛，也很简单，所以你要融会贯通就好。区块链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让你的产品变得很公平，它不能随便增加总量。你开始的时候设定好，我这个生币是1万个，它就是1万个的。设定好每年增加1000个，它就会每年增加1000个，不能随便改的。
也就是说，这个技术能让收割韭菜的镰刀只掌握在你一个人的手上。然后第二步就是为圈钱设定一个目标。假设我想让生币替我赚1000万美金，那么这1万个生币呢，每一个就要卖1000美金。第三步，找一个地方去卖。国外很多 NFT 或者是虚拟货币的交易平台呢，门槛都是很低的，有的就是抽成嘛。你上架的话，可能1分钱都不用。这交易所呢，不需要有很多人用，安全能拿到钱就好了。你赚到钱之后呢，再花点小钱建立一个自己的交易平台就好了。所以重点是第4步怎么卖，跟股票一样的去卖。如果你发行了一只股票，你想让它从1块涨到1000块，你要花多少钱呢？我告诉你，1块钱都不用花。很简单，每一笔交易之所以能够成交，肯定是有买家和卖家的。那股价之所以能够涨上去，就是供不应求嘛。比如说现在有5个人愿意出1块买我公司的股票，但愿意1块卖出去的人呢，就只有4个。那代表了只要成交了4单之后，剩下有1个人是买不到的，那怎么办呢？他只能付比1块更高的价格去买，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去卖。比如说他可能是1块1，如果1块1没有人卖，他就只能出1块2，如此类推。如果最后他喊到3块的时候，有人愿意卖给他了，那我公司股票最后的成交价就是3块。也就是说，股价从1块涨到3块，也可以只是一笔交易的事情，能听懂吗？那现在去操盘呢，是看资金盘的。比如说我有1个亿，我想要推高一只股票的价格，而市场上只有5000万个卖盘，那我用5000万就把市场上的筹码都吸过来了。那市场上再也没有人要卖东西的时候，如果我还想要去买，人家也会卖的贵一点，这样价格就上去了。而且市场上如果真的没有人要卖，我还可以左手卖右手，自己把成交价推上去，等一下再说嘛。也就是说，这只股票这一刻多少钱，我们说的是它的成交价。就算它之前有2亿单交易，在1块钱的时候成交了，但是现在最新的这1分钟，它只发生了1单交易，这单交易的成交价是100块的话，那么这只股票在这1分钟就是100块。所以股票的前1分钟可能是1块，但后1分钟呢，就可能是100块了。也意味着一只股票现在是多少钱，跟有多少人买卖其实是无关的，关键就在于最后买它和卖它的人，他们成交的时候是多少钱。当然，现实不会有人用100倍的价格去买一样东西，就算有，按照交易所的挂买单机制，他们也是优先按最低的挂卖单成交的。也就是说，即便他愿意按100块的价格去买这只股票，但如果在1块1那里有人挂卖单，那么他也是按照1块1的价格去成交的。但如果你是这只股票庄家，那玩法就真的由你定了，因为所有的筹码都在你的手上，只要你不卖，这个市场就没有卖盘。这时候你只需要在100块那里挂一个卖单，然后自己用另外一个账号拿100块去买，那你这只股票最后的成交价就是100块。而这100块实际上又会回到你的口袋，这个就叫做左手转右手，刷成交的记录，然后你就可以看见你的股价从1块涨到100块，翻100倍啊！现实就是，其实很多的股票呢，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一个或者是几个财团啊、基金啊等等的手上的。只要大部分的股票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上，那么让它继续涨，所付出的成本是越来越低的，而且是越涨越好涨的。而虚拟货币啊 NFT 的那些涨跌呢，都是跟股票一个道理，只要供应都在你的手上，就很容易让它的价格涨上去。你比如说之前的 NFT， 很多人做几个图片，最后都能卖几万、几十万美金。其实一开始的那些成交呢，很多都是自己左手转右手的，自己说出来的，甚至是借钱找人说的。很简单，比如说我借了1个亿，然后我用这1个亿买回来我自己的一幅画，那这幅画的成交价是1个亿，然后我就可以把这1个亿还给债主了。那下一个跟我买这幅画的人，他的出价就要1个亿以上。所以说成交价是不需要什么成本的，但问题来了，成交的价格是可以推上去，但都是自己买自己卖，那赚不到钱啊，要有人接你盘，你才可以赚到钱嘛。所以就要用到很多不同的方法。第一呢，就是找名人合作，让他们代言你的加密货币或者是 NFT， 又或者就是在一些社交媒体打广告宣传造势。
那你可能会问，打广告也需要钱哦？这就是你没有经营过自媒体，因为很多什么券商啊、币商啊，他们找你合作，不需要先付钱的。你上班也是嘛，你先工作，然后下个月老板才发薪水给你，所以他们可能会先让你打广告，然后产生了利润之后呢，你才付他们钱，又或者是分润的形式。只要有人透过他们购买了你的虚拟货币，每一单成交，他们都能拿到25%以上的分润。甚至说你也可以在各种平台上面吹嘘什么虚拟货币才是货币的未来，迟早有一天这生币会取代美金甚至是黄金，而且我的这生币总发行量呢比黄金还要少，迟早有一天呢会涨到比黄金还要贵，所以我就可以用每一枚1000块美金去抛出这生币，只要有人买我就能赚1000美金，能卖多少我就净赚多少。那么华尔街那边呢，听我朋友说每年都有几百个人靠这个方法弄个100-200万美金，然后见好就收，不工作了。那如果1000没有人买，跌到500才有人买，那怎么办呢？首先这生币的价格最后跌到0，那我也不会亏钱的，因为本来就不需要什么钱去创造的，而且跌一半的时候呢，你又可以带风上去说现在是半价大甩卖啊，都见你了还不赶快去抢。就好像比特币当年有一个传言是这样的，有个送外卖的人，因为买外卖的人没有现金在手，然后就给了他几个比特币，当时的比特币也不值钱，那个外卖员呢本来也就是打算请他吃个饭的心态，所以就一直不管这比特币的涨跌。没想到几年过去，他一打开比特币的钱包，发现涨了无数倍，前2天还要去送外卖，现在就直接躺在新家花园的泳池边上了。那这些故事你也可以讲对吧？或者是某某程序员几年前买了几百个生币，现在就炒了老板的鱿鱼等等，这些段子呢甚至不需要你去写，网上自然就会有人去编哦，为了呢就是蹭热度获取流量，跟股市一样嘛，各种炒股致富段子满天飞。而其他不断被这些信息轰炸的打工人呢，看着行情软件里面那壮观的一字涨的行情呢，再看看自己存款的余额，有多少人不会心动啊？自己起早贪黑上班累成狗是为了什么？还不如早几年花点钱囤几个虚拟货币，还打什么工啊？直接去炒币不香吗？所以就好像马斯克一样，当初买了狗狗币，本来大部分的人都已经对这个狗狗币有认识了，所以如果去炒作狗狗币就能够做到一呼百应。第二就是这个狗狗币呢，被他们的资本家打压的非常便宜了，基本上对于这个马斯克来说，要把全部狗狗币吸到手里都不用花什么钱的。而且大部分的狗狗币都在几个资本家手里，他们就只是联合稍微花点钱，就能够把它的价格拉高，然后就能够自然而然的把手里面的货高价卖给韭菜们。他一句话说自己最喜欢狗狗币，就能够把它年翻400倍啊！然后等到大家都接盘了，他就提前做空，向媒体说了一句狗狗币就是一个骗局，然后就跌了差不多一半。为什么呢？因为他深知有太多的人像他一样错过了比特币发财的机会，所以大家也想要找一个可以替代比特币的产品。这时候呢，马斯克只要稍微煽风点火一下，这狗狗币就能够一飞冲天了。其实这套路 NFT 刚出来的时候才是最赚钱的，只是把币圈的玩法套过去而已。所以未来10年，你的粉丝将会是你最值钱的资产。你有多少粉丝，就代表了你有多少的客流量，也代表了你有多大的影响力。但是今天你可能不懂营销、互联网设计，没钱、没人脉、没资源，甚至你想要低调，跟我一样不露脸，那是不是就不能够去做自媒体了呢？其实解决方法非常的简单，就是找到一个有结果的老师，跟他去学习。就好像郭靖找到洪七公之前就是一个笨蛋，学会了降龙18掌之后呢，才会成为了一代宗师。那么如果你今天确定了要在 YouTube 上创业赚钱，而且你认可相信我本人和我团队的结果能够帮助到你的话，那么你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跟我们连接。因为我决定开放一个价值1000美金的1对1咨询给我的粉丝，只要你是我的粉丝，我们这个咨询是暂时不会收任何费用的，你只需要现在马上在影片描述上的第2条链接报名。因为我们专业的人手非常的有限，名额呢也就是25个，所以你要非常的确定才过来找我们，然后接下来就把带你创业的责任完全交给我们就好了。那么我的那个朋友呢，他就把自己的虚拟货币放到期货市场去卖的，很简单，因为没有人敢做空嘛，
做空的意思呢，就是假设现在生币是100块，那我就先卖掉生币或者100块，然后去赌，可能3个月之后这生币的期货到期了，如果这生币是下跌了，它跌到10块，然后我就可以用10块把生币买回来，那我就赚90块嘛。但现在没有人敢做空呢，就是因为所有的生币都在我的手上，他们在3个月期货到期之前呢，就一定要去平仓的。做空的人平仓就是把生币买回来的意思嘛。那生币都在我的手上，他们只能向我买货，并且以多少钱成交呢，都是我说了算的。因为没有卖盘嘛，我开价多高，他都要接受。那如果有人做多呢，就是他看涨嘛，意思就是他现在在跟我签了一份期货的合约，3个月之后到期，他愿意用100块来买我的生币。如果到时候生币涨到了150块，他也是可以用这100块来买我的生币，所以他的利润就是50块。那这很简单嘛，期货到期把生币卖给他就好了，因为就算生币涨到几千块跟几万块都跟我无关了，我只是想卖他100块嘛。所以当你是加密货币的创造者，你拥有了所有的筹码，那么你就可以把它弄到期货市场去卖，无论那些人是做多还是做空，你都是稳稳的赚钱的。这些不懂的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我想说的是，我把这些分享给你呢，不是鼓励你去真的这么极端去做，只是说我想揭露一些大部分的人为什么在股票、外汇、黄金、虚拟货币亏钱的原因。大部分的筹码其实都是在发行人或者是大机构手里的，市价是他们抬的，真正流通的老百姓手里面是少之又少的，连到在庄家的手里。庄家想什么时候、什么价位收割韭菜是他们的自由。一个没有系统交易方法的人，还想要反收割庄家，那这想什么呢？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接下来每周四8点30分，我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